我是云飞，今天给工作室升级一下洗衣机。之前搞工作室的时候，预算有限，在二手市场整了一个非常老的洗衣机啊，算是一针能玩2针电竞的那种能用。最近也有点小毛病了，所以就想着要不给换了。工作室目前来说，基本上每天都需要洗衣服，然后都是男生的衣服，挑了一圈还是选了米家，真就无脑上。最后选择的是 Pro 蓝养滚筒10千克，一个是洗得快洗得多，然后一些比较新的功能也都有，像啥清新抖散啥的，然后也可以连接手机。最关键的一点是它有所谓的这个蓝养技术，据说是可以把一些顽固的脏物给洗掉，然后还可以把会掉色的衣服放在一起洗，这些功能就确实挺不错的，我想你也会心动的。所以我们就看看它搞起来到底啥样，是不是有这么牛。那么我们点赞收藏，又是一期米家，对你有用的话一定投个币呀。这里再补充一下，我这里因为是工作室，所以就没有选择带烘干的版本。家里的话还是选择带烘干的。我这个国补下来，现在的价格是1367，带烘干的版本是1727。那我们开始正片。首先这玩意儿一到家，快递就会给我们检查是否破损，然后在箱子上会有预约安装的一个2维码，我是直接一扫就联系上了，下午到直接下午就安装了。师傅这会儿刚好就没事情，针灸我都没有准备好就来安装了，就挺快。如果原来有洗衣机的话，也会帮忙拆下来，安装的过程是非常快的，接一下电，接一下水就搞定了。感觉会比之前那些洗衣机安装会快很多啊。这个安装也是完全免费的，这点挺好。这个洗衣机的尺寸你们可以看一下，但工作室没有搞这个嵌入式啥的，这就没有办法给你们做参考了。安装好之后，我们就可以直接在这个洗衣机上面按，也可以在手机 APP 里面选择。我们先看一下它的基础功能。好，我先来跟大家讲一下它这边所有的功能啊。首先是这一块，咱们长按。这里有一个时间，然后这里是它的模式程序，就这样子。它有智能洗、快速洗、防上色，然后白衣净，然后轻柔洗、羽绒服、羊毛洗，漂脱、当脱水、筒子洁。其中防撞色和白衣净它是有那个蓝养模式的。然后在这边它有什么加浸泡啊、加漂洗啊什么的，这些大家应该都非常轻松就可以理解。然后它这边还有一个除菌模式。而且也可以和洗烘一起来联动，但前提是你要有那个烘干机啊，它这个也是有蓝养模式的。然后这边呢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打开就是放什么洗涤剂、柔顺剂、净水槽这些 ，OK。然后它这个放洗涤剂的地方，我个人觉得有点小啊。然后这边打开就是这个样子。待会儿我们会来洗一下，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它这个蓝养模式到底怎么样啊。然后是米家产品特有的 APP 里面的功能更多，而且也更智能。那么我们就来看一遍它的功能。我们现在来直接看一下，在米家 APP 里面它有哪些功能。首先智能洗，你看，这里它不仅可以这个智能洗可以调整这些浸泡时长、温度、漂洗次数等等，还可以直接在这里开什么蓝养啊，开蒸汽除菌。然后浸泡是否浸泡，浸泡的时间多久，然后漂洗的次数，然后清新抖散开不开，然后高水位夜间模式，然后夜间模式它会屏蔽除警报外的其他声音，然后降低一个运行的噪音，然后脱水时间会更长一点点。然后快速洗、防撞色，然后白衣净、特自洗更多。然后在这个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模式真的非常多啊，真的就可以用这个眼花缭乱来形容。然后在 APP 里面它还多了这个凌云洗号，还有这个洗衣记录，然后什么洗烘联动这些东西。然后我们先看这个凌云洗号，点击进入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什么凌云自洗，它可以根据天气、水温这些智能调节洗衣的参数，然后也可以设置古时用电。就比如说我们在江苏的话，它可能就是9点到第2天的8点，它这个古时的这个电价更低啊，又可以省电了。然后这边还有一个 AI 洗衣管家，它就是在我的理解的话，就是可以优先排序这些洗衣程序。那再往下就是一个洗衣的记录，然后筒子洁，然后洗烘联动，这个是需要那个烘干机应该是，
然后智能场景啥的。然后我们在这更多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别的东西，就比如说这个更多的这个设备信息，然后提示音开不开，然后这个一键智能洗，然后远程的安全控制，那这些都挺好啊。然后我们也可以弄一个智能的场景，比如说我们现在就有一个这个衣服洗好了，它就会通知工作室的这些小爱音箱。所以我们是可以看到，在 APP 里面它是有很多功能的啊，这些都可以比较详细的去设置，这点是真的很好。然后你可以注意到这边这一排的信息，首先这个一级能效大家都非常熟悉，这就代表着它比较节能，不会很费电。下面的耗电量也就表明了一次完整的洗涤耗电量是0.95千瓦时，电耗也比较低。而用水量这个就很容易理解了，就是一次完整的清洗它需要68升的水，洗净比国家标准是大于等于1.03，而小米这个是1.27，这表示这台洗衣机的清洁能力还是非常不错的。那么它实际用起来怎么样呢？有啥不一样的地方吗？那接下来就是实际的测试了。我们用这个也用了一段时间，比起之前那个肯定要好太多，功能也更多，所以这个升级肯定是 OK 的。但它的蓝牙技术好在哪呢？写的是有很多黑科技啊，那么实际用起来会很好用吗？这不得来实际的测试的用一下，看看到底如何。首先是他说的这个白衣服发黄的问题，我们来实际的测试一下。那我们现在就来测试一下它的这个所谓的白衣镜啊，就是那个蓝牙模式。我是准备了2件穿的比较久的衣服，可以看一下，这领子这边它是有明显的这个黄色的，这个大家应该是非常熟悉这玩意儿。对，这里，然后还有这边这个黄，还有里面这种黄。这个应该是大家穿白衣服经常会遇到的问题，就是穿久一点，然后这边就有这个黄色。那我们也来试一试这个所谓的蓝牙模式能不能把它给清洗掉啊？这是其中一件，然后到时候大家直接看一下这个对比。然后还有一件也是同样的，这个黄大家应该看得很清楚啊。这2件衣服，这个是粉衣服，然后这领子这边全是这个黄的啊。就用这2件衣服来做一下测试，看看它能不能把它们这些部位给洗干净。好，我们现在来试试啊，来打开丢进去，然后这里照一下我们的洗衣粉，我们选到这个白衣镜模式，它这上面带一个蓝牙，然后选好了之后，我们点击开始，然后它这个时间是一个小时。那我们就看它能不能把这个白衣服洗成完完全全的白色。好，我们现在这个白衣服已经1个小时洗完了啊，然后我们拿出去检验一下，看看它到底行不行啊？好像没有那么行啊。好，首先是我们这个白衣服，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只能说它那个白领子确实稍微好一点，但没有完完全全的搞定啊。就是它有效果，它可能对这种老衣服效果不是那么强啊。它有效果，但没有那么强。然后是这个粉色的衣服，然后我们看一下，它这个效果也是和那个一样啊，它这个领子依然是会有这个问题啊，就是没有想象的那么强啊，没有那么黑科技。OK， 这个大家心里要有个数啊。从结果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技术有一定的效果，但没有那么强的效果，应该是得长期用，或者对于已经发黄的衣服来说，这个效果就没有那么强了。那我们再来测试它实际的一个去污能力。那这是一个袋子啊，然后它也都是好的，然后这是直接倒出来的酱油。我们就直接模拟一下日常生活里面的一个场景，就是吃饭的时候沾到这个油，看一下它能不能给我们搞干净。啊，这个是米色的，这个我倒上去还有点小心疼啊。来整一点，你看直接在里面了。整一点，好。我们这个也 OK 了啊，就是放了半个小时，它就已经是完全的吸在里面了，而且也已经干掉了。你看这个
这个感觉。那我们再来试一试，看看这个用蓝牙洗能不能洗掉去啊？好，现在它这个1个小时又洗完了，我们看一下。哎，好像还挺不错的。我们到灯光下看一下啊。就这种包啊，或者说这种衣服之类的，如果是沾到了油污什么的，你用这个蓝牙的白衣洗1个小时，它是可以完全除掉的，现在一点味道都没有。这个确实是可以啊，这个确实是可以，这个很不错，这个效果挺好的。这种物质肯定是没有问题的，这还是很简单的。那么，要不我们再来试一下这个所谓的防止染色的一个功能，这个应该是大家也会用到的，那就作为对它的一个中性测试吧。看看到底表现如何，能不能有一个不错的表现呢？那让我们来试一下，瞧瞧它的实力。我们准备了相同的白色衣服，然后使用了衣物染色模拟衣服的掉色，实际的表现如下。在使用防串色功能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它实际并没有完完全全的去除这个串色，只是有一定的防串色的一个表现。所以如果我们有确定会掉色的衣服，还是需要分开来洗会比较稳妥一点。这个现在科技还没有到达这个地步啊。但是我实际测试，如果我们在智能洗的模式下再开启这个蓝牙的功能，它也是有可能可以洗干净的。所以还是推荐大家使用 APP 来调整，功能会更多。这个是专门用的防串色，然后这个是直接智能洗的，感觉智能洗的反而好一点。然后防串色的话，它这边还是会有一点点这个墨汁啊。然后我还发现，在普通洗衣模式下，它的这个洗衣灯是白色的一个灯，在蓝牙模式下它是蓝色的这个灯，这点还是很细节的。然后我在洗完这个之后，也多次使用白色衣物放进去洗，至少在使用了蓝牙模式下，下一次洗衣服不需要操心这个上一波洗衣掉色的问题，这个还是很 OK 的。以上就是我们的一些实际的测试，当然只是为了测试它实际洗衣的一个效果，毕竟有这个蓝牙功能嘛。然后这个洗衣的噪音我们也可以看一下，这个是它漂洗的一个噪音啊。那现在是脱水的一个噪音。我长时间使用下来，我是觉得它解决了工作室的洗衣问题。从老的声音到这个，肯定是一个质的飞跃，这点不用多说。然后就是它的智能联动，衣服洗好了之后，它会在小爱上面通知，这点也很好。再就是我们外出的时候，可能回来不是那么及时，也可以开启洗衣机的轻轻抖散的功能，就是它在洗完衣服之后，还会自动的抖动这个衣服，让这个衣服不那么容易起味。不然有的时候忘记晒衣服，一打开味道贼大，衣服又是白洗啦。然后就是它的使用，洗衣机这种东西，因为我们需要手动添加衣物，然后一般来说是直接在现场操作的，但小米的手机 APP 里面明显可以设置的功能会更多，所以一开始使用的时候还是需要稍微转换一下思路，就是要用更多功能的话，就还是得用手机设置，或者如果你和我一样会嫌弃太麻烦的话，那就直接使用这个智能洗，应该会更方便一点。再就是它有一个我比较喜欢的功能，就是除毛洗。但这个目前来说没有太多的体验到，夏天不太明显，在冬天这个应该是神器，毕竟冬天的衣服还是很容易沾染这个猫毛、狗毛之类的。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分股洗，在米家 APP 里面它是可以直接选择对应的模式，最上边就有这个分股洗的一个选项，开启之后到达你预设时间就会自动开启洗衣机，从而用比较低的这个价钱去洗这个衣服啊，就是省电费嘛。除了我们上面提到的它这些，还有很多功能是我没有用到过的，比如还有 AI 的洗衣管家等等，这个都是需要我们长期的使用才可以用得到。AI 洗衣管家应该是记住我们的需求，然后根据一般的使用习惯来调整对应的模式，这个也是蛮不错的。回到这个洗衣机本身，我对它还是比较满意的，它满足了我的需求。蓝牙模式虽然没有我想的那么黑科技，但也确实有效果，这点还是挺好的。这确实会比家里的传统的洗衣机会多上很多不一样的功能，除了可以远程控制，还有多道眼花缭乱的模式，然后还有米家的联动，就确实米系家庭用还是蛮不错的。也有儿童锁的功能，开启之后不管是实体按钮还是咱们这个手机 APP 都不能操作，需要解开才可以操作。反正就还是那句话，不知道买啥的情况下，看看米家总不会太亏。那么这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希望可以帮助到你。然后这个也在工作室一直用，你有啥疑问也可以直接问我，遇到有空的也都会回复解答。然后买过的用户也可以在评论区或者弹幕分享一下你的看法或者使用感受，这些反馈可以更好的帮助到后来
来的朋友，也会让咱们的视频更加的完整。希望这个分享可以帮助到大家，我会在评论区置顶放个链接，挣几块钱，且防胖上当。最后，如果有什么想要我测的产品，也欢迎留言，我是云飞。那么记得点赞、收藏，那咱们下期视频再见。